我们今天画2朵哈，这2朵，大家看一下好不好看？一个花苞，然后一个这个盛开的，它其实也是一个包菜型的，然后它已经盛开了，看到没有？它是包菜型的花，然后现在已经盛开了，这种感觉有一点稍微侧面一点点。我们首先来分解一下哈，来，我们这个沫里面加点水，它干了。这朵花它大概成一个这个圆形，然后它稍微的有一点点侧面，朝这个右边这样子侧起来，这种感觉哈，有点侧面。然后花心在这个地方，我们把花心放到这个地方。然后它其实这种花它也是一个碗状啊，这样的一个形状。这边的我们这样子往这边包，好，这边往这边盛开，往这2边盛开，这个上面的也是一样，往上面盛开啊，成这样的一个碗状的一个花型，然后后面会有一些这个大花瓣往外展，它有点侧面啊，所以它成这样子的一个姿态。我们现在是分解它的这个花型哈，对它这个花型进行一个分解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花型，看一下这个花型。我们现在是对这个花型，把这个花型做一个分解。我们分解了之后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画的时候，这个花瓣朝哪里长，这个花瓣朝哪个方向去画。这个拿这个实物来去进行分解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常规型的，我们常规型的花，我们没有把它分层次，不像这个塔式和这个绣球型的，把这个花瓣分成层次去画。它的花瓣都是统一的，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正反瓣，全部是正反瓣的组合。所有的花瓣都是一个正反瓣加上一些小碎瓣，正反瓣加上小碎瓣的组合。然后我们要注意它的花瓣的要画出它的，我们要注意这个大型花瓣的大小，颜色的深浅，还有这个物象的虚实，我们要注意这种大关系。我们在画的时候，心里一定要记得这些我们要注意的这种大关系。这种大关系你把它做到了，这朵花它怎么样，它都是好看的，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来分解一下它的颜色。大家从这朵花里面看到了什么颜色？你们看到了什么颜色？这朵花它没有太多这种白的，所以我们整支笔，我们一看这朵花，我们整支笔都是有颜色的，即使是我们的底色也是有颜色的，看到没有？这整朵花的花瓣，它的颜色它是饱满的，所以说我们的底色也要加一个颜色。大家要多熟悉，跟我一起分解这个颜色，然后以后的话，你们就想画什么颜色可以自己去搭配。这个就是训练大家的一种能力，训练大家写生的能力，并且训练大家对这个颜色的这种对颜色这种分解的能力。好，我们的底色用这个太白加3青，然后我们用这个玫瑰红，曙红，胭脂。好，我们就用这几种颜色去画哈，等到最后的我们画这个深色的花瓣的时候，底色里面还会加多一些这个3青或者是胭脂啊，这个是每次我们的这个调色的一个重点。那我们今天用一个这个
40，还是一个撕纸撕开的纸。然后我们今天打算画一个这里画一个花苞，然后画一朵花，这个花还是画在这个黄金位置。然后我们可以从这里出枝啊，从这里出枝，这里一些叶子。待会儿这个怎么画？待会儿我们看情况去安排哈，大概就这样子一个大型。我们现在一个大型就是让大家知道我这两朵花画在什么位置而已，其他的东西我们是要根据画面去改变的，不一定说我现在设计它在哪里就是在哪里，前期我们只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构思而已。好，大概是这样子，然后给大家分解一下这个花瓣。那首先分解花瓣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底色先调好。我们今天用这个太白加三青。我们这个底色的话，也可以把这个玫瑰红直接加到这个底色里面去，也是可以的。当然我们不加进去也可以，待会儿我们调色的时候把它调匀一点也是一样。好，这个底色里面是加了这个三青的啊，加了这个三青。好，我们底色调好之后，把底色放到一边备用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底色的浓稠度，它像一个像纯牛奶啊，像纯牛奶，不像这个酸奶，不要太干了，也不要太稀了。这个很容易，就是很多家人很容易掌握不好这个水分。我现在是这个灯光太亮了，可能说它太白了，其实它是有一点点蓝哈。加了底色之后，它是有一点点蓝，有一点点泛蓝的这种感觉。好，然后我们要用的时候，我们要把笔上的这个水分多余的水分要刮掉，不要让这个笔上太多水分，太多水分你画起来这个花瓣它都晕到一起了。所以调色的时候你要多试，这个调颜色的时候，不管是底色还是颜色，大家调的时候多尝试，好不好？就是你尝试这个，哎呀都晕到一起了，你再下次你可以少用一点水分，你再试一下，慢慢的多去尝试。
好，我们调色，这个笔上是有这个底色的啊，我们刚刚是刮掉笔上多余的这个水分。你看一下我刮的是挺干的，刮的挺干。这个调的时候是不是没有水掉下来？如果你没有刮干，你一调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水掉到这个盘子里。如果说你一调的时候，哇，这个盘子里就有很多这个水掉下来，那就说明你这个水分太大了。你要调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水分掉出来，这个才是合适的。现在我就教大家，就是这控制水分，你要慢慢的去尝试啊。我方法教给你了，但是你要慢慢去尝试，一次次的去尝试，你尝试多了，你就会慢慢去掌握好这个度了，好不好？而且不管是这个水分比例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固定的，你也是要多去尝试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调色，大家看一下调色啊。好，我首先来示范一下。我们现在示范这个反瓣的话，我们不用调其他的颜色，就笔尖稍微的再调一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。来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，分解一下这朵花的这个花瓣。这朵花的花瓣它都是一个正反瓣组合，那有很多这种小的，还有很多这种反瓣啊，它是一个朝下的。我们这个笔上现在它是水分稍微有一点太没有水分了，太干了。大家看一下，我这画不开，画了就有这种边缘就会起这个毛，看到没有？我们加一点底色啊，笔上如果太干的话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加完底色之后，还是一样的，把颜色要调匀，一定要调得很均匀。才可以去画出这个花瓣。我们画这个反瓣的时候，一笔画一笔，然后我们可以慢慢去延伸，两边各一边一笔，这样子画出一个这种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。那你想把这个反瓣这个再拉长一点，我们还可以拉长一点哈。这个反瓣两边还可以这样子拉长一点，这个就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。像这朵花非常多这种反瓣。非常多的这种反瓣去叠加，那如果大一点的反瓣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像画花瓣、画这个叶子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。我们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也不要画太圆了。你看这一笔，这两边中间一笔大，两边这边大一点，这边小一点，我们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区分，这个调的时候，笔在不停的这个转动啊，这样子转动啊。你看这个手在这里转啊，一边转一边调，要把360度都调满这个颜色。这个笔360度都调满这个颜色，好不好？啊，一边调一边转动，而且颜色一定要调匀。啊，我们的芬姐再看一下，我看到你的作品这个颜色没有调匀。没有调匀颜色的家人们再多看一下，你看我调色上花了很多时间，你们一定不要着急，画画它本来就是一个慢动作，千万不要着急哈。好，这个是一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，那还有这个侧面朝我们的反瓣。那侧面朝我们的反瓣怎么画？我们可以3笔画完，一笔点一下。然后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2笔，然后后面再来1笔，这个就是背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，3笔来画完。当然我们可以画出不同姿态的啊，1笔、2笔、3笔啊，这个是侧面朝我们的这种反瓣。
好，这个反半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然后再拖一下，这个就是也是一个，它其实就是姿态不一样哈，它其实都是这种反半，这是正面朝我们的这个反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假如说我这一只手是一个花瓣，那这三个花瓣，这两个就是这样子，就是一个背面的，然后这一些后面画的这一些就是这样子侧起来的，我们这个正面露出了一点点，有的时候可以露出一点点，好不好？就是这样子的意思。现在我们笔上干了，我们再蘸一点底色啊。现在底色没有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，用这个笔肚在这个碟子里面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蘸完底色之后继续调色。好，我们笔尖稍微蘸一点点这个曙红吧，我们要画一下这个侧面的侧瓣啊，小侧瓣。那小侧瓣我们怎么画？就是其实它的跟这个大的侧瓣是一样的，我们可以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这样子画一个小的侧瓣啊。这个小的侧瓣跟这个大的侧瓣，这个小的侧瓣就刚刚我们这个侧瓣是这样子，那小的侧瓣就是这样子，我们就看到了更少一点点这个侧瓣。笔尖一定要有深色的啊，我们这样子画的时候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，再拖一下，在后面拖一下一笔，好，就这样子的。各种朝向的我们都画一下啊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再提起来，中间我们稍微大一点，会画出这样子的一点弧度，有一点这种弧度，自然的这种弧度，有大有小的这种弧度才好看。我不要画的太平均了，不要把三块都画的太平均了，一样大它就不好看啊。好，带一点勾。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拖一下啊，这种是这个小的侧瓣啊，小的这个侧瓣。那这种小的侧瓣还有一种的话，它更加小，那只看得到一点点的时候，我们怎么画？那我们不需要有什么动作，我们直接这样子画就可以了。有一些很小的哈，有一些侧面我们看不到太多了，只看到一点点，我们就直接这么画。就直接这一笔下去就可以了，看到没有？但是我们的笔颜色看到没有？一定要由深到浅，有这个过渡。那由深到浅这个颜色怎么调出来的？就是我们先不是在笔肚上要调一层这个玫瑰红，调了之后你画的话是没有这个深浅变化的，是不是？是没有的。你调了之后，你笔尖再要蘸一点深色的，它才会有这种深浅的这种变化，看到没有？才会有这种深浅变化。你不要直接调完直接画，你所有的花瓣就是没有这个深浅变化，没有这个颜色的这个阶梯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，你就画出来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所有的花瓣都看不清了。所以说你调完之后，笔尖还要蘸一点这个深的。才可以，明白吗？调完之后，笔尖要再蘸一点点。你看，调完之后，笔尖再蘸一点深的，你才能够画出这种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的这种花瓣。一定要把颜色调好，啊！颜色调好了，我一直讲的，我们画这个花的话，颜色调好了你就成功一半了。颜色其实这个正反瓣的这个常规型的，它其实无非就是这个正反瓣，就是这些正反瓣的组合。真斗花就是这些正反瓣的去组合，就是灵活的去组合，然后要画出它的大小变化，还有深浅变化，还有这个虚实的这种关系。画出这种大关系，你怎么样去这朵花？你即使这个怎么样去组织它，这朵花都不会说难看，都会好看啊。那怎么加上这个正瓣？我们把这几个花瓣是加上它的一个正瓣。那加正瓣的时候，我们颜色稍微要深一点点哈。我们再加一点底色，笔上如果底色不够了，再加一点点底色。
好，我们现在把颜色调深一点哈，多调一点，把颜色调慢慢晕上来，慢慢晕上来，调多一点点，调多一点点画这个正半，然后画正半的时候，我们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调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也可以沾一丁点这个胭脂，然后我们加上这个正半，加正半的时候，我们直接从中间这一笔加起啊，加1笔、2笔。这里点一下，这个3笔基本上就加完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了。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花瓣了。这个就是正反半这个组合，正反半的组合，正反半一个正半一个反半组成一个完整的花瓣。好，这样子转一笔，然后再加一笔，下面加一笔，好了，这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花瓣了。好，我们再把这一个也加上啊，这个也加上。先加中间这一笔，然后一边一笔，这样子就完整的一个花瓣。那么我们在画这个常规型的这种花的话，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这种小碎瓣。那碎瓣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这样去点一下啊，直接这么去点一下，这样去组成，直接这么去点就可以了哈，直接这么去点。点的话大家都会啊，直接这么去点，点成这样子各种姿态的、各种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花瓣来。好，现在我们画的这样子就看起来这个笔上又有点干了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这个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这些是正反瓣哈。那我们再示范一个大花瓣，像这个常规型的这种花哈，也会有一些大花瓣，这个周边它会有一些大花瓣，哎，这个大花瓣没有。这个没有水分的，你一下还画不过去啊，一下还画不过去。大花瓣我们的笔上水分一定要充分哦，一定要充分，不然的话我们就画不动了。水分要多一点点哈，画大花瓣的时候，这个笔上的水分要稍微多一点点。调色也要调饱满一点啊。画大花瓣的话，可以这样去滚哈。看，可以这样去滚，滚出这种大花瓣啊。那也可以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滚哈，也可以这样子去推哦。推的时候不要一下子推过去，我们要停顿一下，然后多几笔来推，就是为了画出这个花瓣的这种不规则的这种缺口，它才会自然，才会好看。我们不要把这个花瓣画得过于太圆了，太圆了就不好看。好，这个是底下的一个大花瓣啊。那有一些地方我们再加一点底色。那侧面的地方有一些是这种的大侧瓣啊，大的侧瓣。在我们的侧边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大的侧瓣，它跟这个小的侧瓣是一样的画，只是说我们画的时候把它睡在这个纸上，这样子去有这个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再提起来这种动作。好，这种我示范的时候，这个颜色还是没有调到位哈，没有调到特别到位。我们要调的更到位一点，就是把这个没有白了。这朵花没有白了，全部都是红的，但是一定要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，一定要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才行。可能我们这朵花里面最后还要加一点其他的颜色，我现在感觉这个底色里面还要加一点这个其他的颜色才行呢，否则的话它不太好看。
好，好的，那就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组合。那示范这个组合的时候，我们先画出一些反瓣啊。这朵花里面也会有这种组合哈，也会有这种组合，正反瓣的组合。那我们有很多这种很多这种反瓣啊，很多这种反瓣。我们先画出很多这种反瓣来。这两个反瓣是这样子对着的，先画出很多这种反瓣来啊。你看，我们先画组合，画这个组合的时候，你要注意画这些反瓣要有大有小，有长有短，有变化，不要画的太大家都是一样的。就不好看了。我们要画出画变化，一定要画变化。好，那么多小的，我们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。好，我们画了这么多反瓣之后，我们去从这个反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啊。我们补充的正瓣的时候，如果说你想颜色更深一点，你就不要加这个底色，你加一点水哈。加水的时候就是颜色想更深一点就加水啊。就是我们画这个花的这个正瓣，它的颜色相对于来说是比较深一点，我们就加水。因为加这个底色的太白，怎么样调都不会太深，因为有这个太白在里面。所以你要画这个正瓣，你想这个颜色更加深一点，更加深一些的话，你就加这个水哈，加水。好，再加一点点这个曙红，笔尖蘸一点点胭脂。好，我们去补充正瓣，从这些缺口哈，这些所有的都是反瓣，我们从这个缺口里面去补充这个正瓣啊。好，这个补一个正瓣啊，这感觉就是一个卷起来这个花瓣，看到没有？像不像？是不是一个卷起来的花瓣？好，这些地方我们再来补充，从这个缺口的最深的地方这样子补过来。好，我们可以这一笔可以这样子包过来，好，这样子包过来。现在我笔上水分其实是有点大的，大家可以看到我调的时候，这个水分都掉到这个盘子里很多，这个说明水分稍微有点大。大家画的时候要避免这样子，不要水分太大了啊。好，在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开始补，补一个花瓣，如果不够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补一层啊，再补一层。我们这样子会让它感觉层次特别多，特别丰富。好，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开始补啊，缺口最深的地方开始补，这些小小的侧瓣里面都要补充这个正瓣。有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包过来，我们到最后才去调整它。好，这些根部也要补充。好，这个里面补充一个小小的，很小的哈，很小的。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去补。好，这里补一个大一点的，把它包过来，这样子包过来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，我们把它补一下。好，这个根部我们都用这个胭脂最深的颜色去把它填充，这样子就会显得更加有层次。好了，这个就是一个组合就完成了，这个就是一个有正瓣有反瓣的组合。像这个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调色都不是很均匀，看到没有？水分太大了一点。待会儿我们正式画的时候，水分还要再少一点点，哈，千万不要太多这个水分的，水分太大了，大家可能说掌控不好。我现在发现我们画这朵花的时候，可能想要它的颜色更正一点的话，我们可能还要加这个底色里面还要加2个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写上去啊。底色可能还要加2个颜色，我们底色到最后我们会加一点这个，直接在里面加一点玫瑰红。最后的话，我们里面加一点这个珠标啊，加一点珠标。这个是颜色上又做了一点点这个，可能根据当时这朵花的这个画面可能会做一点点这种调整。好，我们加一点点玫瑰红啊，
在这个底色里面直接来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直接在里面加一点这个玫瑰红来。这朵花我们不要它有白的地方了，不要有白的地方，整体花全部是这种带这种红色的啊，整朵花都是带这个红色的，不要太干，也不要太稀。